一个脚踩红色高跟鞋、身穿红色礼服的大美女居然出现在了葬礼上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她旁若无人地走到水池旁，接着将手上的红玫瑰扔进了池水。你没有看错，这场几乎邀请了韩国所有高官的葬礼，居然是给一条鱼举办的。鱼儿并没有拯救过世界，只因为她是财阀夫人的最爱。显然朔熙今天是来搅局的，如此疯狂的举动将继母的脸气得铁青，可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。因为女人不仅是财阀家的大小姐，还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会长。15年前，因为爷爷要将继承权交给朔熙，年幼的她被爸爸送到了国外，过着囚禁般的生活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她表面上在国外纸醉金迷，实际上却研究兵法，暗藏韬略。这天，她接到了爷爷病危的信息，不顾艰难险阻，她决定回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可爸爸手下以韩总管为首的安保大队却成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数十年来，财阀家族的体面和优雅都是靠韩总管在维护。就拿财阀夫人来说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她要在游艇上和男闺蜜聊天。可这次她无意中发现聊天内容被对方偷拍，无奈之下，她拨通了韩总管的电话。一句今夜的风很凉爽，瞬间引起了韩总管的警觉。不一会，特种兵出身的保镖就破门而入，抢走对方手机，确认是和自己的聊天内容后，男闺蜜直接被拖了出去。刚忙完财阀夫人，大儿子这边又出了状况。长子万秀喝了5斤嘎酒以后，在自家修建的马路上，仅因为车速快了一点，被数辆警车围追堵截。紧急情况下，万秀没有慌张，而是打电话给检察官维权。自己的车刚被截停，交通部门总长就打来电话安排放行。接下来他不得不委屈的在救护车上睡一觉，被送回家中。最懂事的还是小儿子，为了不被打扰，在网吧他包下一排座位连夜奋战。可桌子上那几百个 W 的零钱却被2个小混混瞟见。混混想要借一点花，小儿子居然爽快的答应，可一直没听到2人说啥时候归还，他居然对2人耍起了小聪明。关键时候保镖总是出现的那么恰到好处，一个照面就打得混混倒地不起。财阀家面对重重艰难，却总能化险为夷，都是因为手下有权势滔天的检察官、知名记者、特种兵保镖、数十名顶尖黑客维护的安全系统，以及统筹一切的韩总管，如此才真正保全了家族的体面和优雅。得知朔熙回国的消息，韩总管如临大敌，立刻安排保镖前往机场将朔熙驱赶出国。没想到的是，朔熙早有布置，他将自己上飞机前穿的红裙和墨镜换给了同伴。同伴被拦截下来的时候，自己却穿着低调的黑色上衣与他们擦肩而过。无奈之下，继母只能召集一家人迎接朔熙的到来。第一任妻子所生的正统身份还是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一家人纷纷站起了身。而朔熙开口就语气不善。随后爸爸也赶回来主持这次家宴，可朔熙看见父亲不仅不起身，反而冷嘲热讽。饭桌上的气氛剑拔弩张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大哥拿出旗下明星赠送的珍藏，打算先给父亲母亲品鉴。结果这下气氛更紧张了。可朔熙却吩咐女佣给自己倒一杯，一边喝一边看着年少的弟弟，调侃地问父亲：“这些年给自己找了多少后妈？”父亲气愤地命令他马上回到纽约。朔熙也是寸步不让。随后他起身潇洒离去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准备好正式和自己的财阀家族宣战。第二天来到财阀公司总部，他就开始了撒野。瞅准迎面走过来的女人手中的酒菜盒子，他100米加速过后一把夺了过来，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热乎的早餐已经全部被他塞进了嘴里。冲出大楼，他刚抹完嘴巴，又一屁股坐进了别人的车里。当你以为他是在逃跑时，他却又猛打方向盘拐了回来，一脚油门过后，他径直撞向了对面的一辆破车。너 지금 뭐 하는 거야? 너 미쳤어? 다친 데 없죠? 피해 보상금 억대로 부르세요. 나 돈 많으니까 뺑돈이시고. 피해 보상금에 이 변호사가 처리해 줄 거예요. 很快，朔熙被带到了警局。对刚刚自己故意撞人的事，他供认不讳，甚至还担心自己被判得太轻。得知老人有个儿子要养，朔熙直接将和解费开到了10亿。紧接着，朔熙将惹出的事通知了韩总管。为了不给财阀家族留下负面新闻，10个亿瞬间打到了老人的账号。一通奇葩的操作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原来老人的女儿因在工厂发生意外，申请死亡赔偿未果，选择跳楼。韩总管等一众人不想着怎么弥补过失，反而是准备收集资料定罪老人，以会负责老人儿子教育为诱饵。韩总管成功的将老人说服，可计谋得逞后，却又将老人驱赶出公司。这龌龊的手段恰好被朔熙看见，以这种方式，他选择为老人主持公道。回国短短2天，顾惜就让韩长务拿出数十亿应对他的到处乱做，并且还对财阀爸爸的继承权造成威胁。韩长务献出计谋，想要将顾惜嫁出家门，没想到顾惜却欣然答应。一时间，众人有点搞不懂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高档餐厅里看着相亲对象那丑陋的嘴脸，
顾惜直接选择开喷。 너 훨씬 예쁘죠? 그쪽도 나한테 뭘 줘야 될 텐데. 뭘 줄 거예요? 서울대 법대 재학 중 40패스. 중앙지검 검사. 아버진 중앙지검. 내 말은 내가 굳이 너랑 결혼해야 되는 이유를 말해달라는 거지. 너? 最高检察院厅长的儿子居然被他骂得一文不值，男人也被彻底惹怒，决定让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见识一下他手上的权力。刚走出餐厅大门，一群检察官就围了上来，以在他的包里收到面粉为由将他抓获。紧接着又一群检察官冲进了财阀集团的大门，以调查税务的名义对公司进行了查封。这一次顾惜不仅将自己捉进了监狱，还将整个财阀集团也拖进了泥潭。愤怒的爸爸将韩总管等人再次召集了起来，以1天为限，他命令几人迅速解决此事，否则提头来见。很快，财阀家的安保系统被触发。分析完收集上来的所有信息，韩总管轻而易举找出了一箭双雕的破解之法。被羞辱的检察官主要的目的还是让朔溪服软，拿着一纸任命书，头号助手找到了检察官。他声称不仅能让男人升职加薪，还可以让他抱得美人归，一举两得的机会，男人欣然接受。很快，韩总管就在关押室约见了朔溪。威逼利诱之下，他让朔溪赶紧向男人道歉。得到男人的谅解后，说不定很快就能当上检察官夫人。可这却彻底将朔溪惹怒。 나한테 사과받으려고? 착각하지 마. 너 혼자선 절대 음식 못. 一番垃圾话直接将朔溪送进了监狱。显然，这正是韩总管想要的结果。就当朔溪在监狱里吃着3菜1汤的时候，财阀一家却在大清早就摆起了家宴。没有了朔溪这个眼中钉，一家人又重新过上了优雅温馨的生活。可就在这时，佣人却在爸爸耳边小声嘀咕了起来。打开电视，一家人瞬间不淡定了。朔溪居然被无罪释放了。原来在狱中的朔溪也没闲着。 回想那天自己相亲时的经过，他断定自己的包包应该是在路过服装店被人调换。果然，自己手下的律师在服装店找到了为朔溪洗白的证据。在赤裸裸的诬陷罪名面前，检察官只能将朔溪释放。可刚回到家，却看到了让他震碎3观的一幕：一群美女饲养员正在喂一条鱼吃着香精边的高级饲料。 조용히 해주세요. 피카소는 예민하거든. 得知这是继母的最爱后，朔溪拿出自己吃过的口香糖就扔进了水里。 深夜豪宅里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，财阀夫人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宝贝鱼儿已经不能吐泡泡，继母哭得泪流满面。她表示一定要给鱼儿大办葬礼。随后的房间里，手下递来了葬礼的邀请名单，继母点开一看，小情绪瞬间写在了脸上。名单上竟没有国立美术馆长的名字。一旁的手下告诉他，美术馆长在国外可能无法立即回国。继母淡定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把旁边的保镖瞬间都整懵了。规模盛大的葬礼现场，所有人都身穿黑衣默哀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往面前的池水里放进圣洁的白玫瑰。而此时站在楼上的朔溪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，决定第一个要拿这个继母开涮。身穿一身红裙，她霸气地走进了葬礼的最中央。